舍友问我认不认识那位校园女神柳如烟，我否认3连，不熟，不认识，不感兴趣。当晚，某人就恶劣的亲破了我的嘴，不熟？那你刚刚叫我那么多声老婆算什么？我刚打算午睡一会儿，就被舍友哀求和他出门。今天柳如烟有场球赛，去晚了可就没位置了。可是我想睡觉，养养精神。你晚上也没什么事情要忙吧？义父求你了，就陪我去看看女神。她平时不怎么在学校，机会难得啊。哎。行吧，我只好无奈地跟着舍友去了网球场，但还是来晚了一步。不少帅哥早把球场围得密不透风，堪比追星现场。舍友拽着我，找了个缝隙钻进去，一顿乱挤后艰难来到了前排。我凑近整理着被挤到有些发皱的衣服。这时舍友对我的胳膊兴奋道：“秋风，快看，那个就是柳如烟学姐，咱们学校女神中的女神。那栋新实验楼就是她家随手捐的。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又美又有钱啊？”我随嘴敷衍，可能投胎也是一门学问吧。哎呀，你别整理衣服了，快一起看美女，好吧？我顺从凑近，今天球场上的美女含量不低，全是朝气蓬勃的体育女大。我却有些兴致缺缺地站在旁边，在无人注意的时候，目光却轻飘飘的、不动声色的落在人群中那个身形最为优越的背影上。这时女生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扭头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眉眼张扬，眸子漆黑，美得一骑绝尘啊！柳如烟看过来了，秋风，你快好好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很美？舍友在旁边激动地乱跳，好半晌我才轻声道：“还可以吧。”我的一句“还可以吧”，惹得旁边几个帅哥朝我翻白眼，大概是觉得我不懂欣赏。我知趣的没再说话，继续陪舍友看球赛。正盯着球场里神思不属时，突然有人来到我面前，一个女生穿着球衣，也是这场球赛的球员，只不过应该是个替补之类的。她害羞的挠挠头：“同学，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典型的搭讪开头。舍友秒懂，在旁边挤眉弄眼的贼笑。我神色未变，直接摇摇头：“不好意思，不方便。”女生情绪荡了几分，但随即她拧开手里的一瓶水，热情递给我：“不方便也没关系，这瓶水送你，当做是我们第一次交谈的纪念吧。”我看着那瓶水有些头大，感觉今天要是不收下，她就会一直纠缠，于是只能接过来。“好的，谢谢。”女生大喜，还想说什么时，一颗网球突然呼啸而来，直直的砸在我和女生中间，砰的一声巨响，网球场都被惊的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猛猛的朝始作俑者看去，然后便看见柳如烟正站在不远处，虽然脸上是倦懒的神情，但是却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压迫感。这是干嘛呢？刚刚和我表白的女生立马解释：“学姐，我来找个人。”找什么找？上场打一会儿，我累了，想休息一下。女生回头纠结的看了我一眼，还是抬脚去球场打球了。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只不过观众们此时的注意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正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的柳如烟身上。她站定，懒洋洋的看着我，而我的眉心机不可闻的拧了拧，叹了口气：“学弟，这瓶水可以给我吗？毕竟这是我们网球队的水，你拿了我可就没喝的了。”柳如烟直接摊开手，做事要我手里的那瓶水。她离我离得近，我能清晰闻到她身上传来的茉莉花香，不难闻，反而配上那张脸和优越的身材，显得像女狐狸精一样勾人。这不，已经把我身边的舍友直接勾成了傻子。此时正火车鸣笛般发出阵阵短促的声音，而我看着这位校园女神平静道：“抱歉，这瓶已经开封了，我刚刚也喝了一口，不方便给你。”柳如烟笑笑：“没关系，我又不介意这种小事。”说着又把手伸了过来，一副恬不知耻的蔫坏模样，不得逞就绝对不会走人。我抿抿嘴，有些恼地把那瓶水递给了她：“给你。”女生径直拧开，当面喝了一口，喉咙晃动，喝完她歪歪头，像是故意挑衅逗趣一样：“谢了学弟。”我垂下眼，一副不太想搭理她的冷淡模样。柳如烟没再多说什么，转身吊儿郎当的走了。舍友这才回神，兴奋地扒拉着我：“秋风，柳如烟怎么来和你搭话？她还逗你，还和你喝一瓶水，你是不是认识柳如烟啊？”我单声否认，语速飞快，像是怕被人察觉到什么一般：“不熟，不认识，不感兴趣。”之后舍友没好意思让我顶着大太阳陪他看完整场球赛，半场过后就请我去喝奶茶。我俩吹着空调嗦着饮料，耳边还能时不时听到隔壁球场里传出的欢呼声：“柳如烟好美！”这些字眼此起彼伏，等网球赛结束后才停歇。舍友感慨，也只有柳如烟才能让学校帅哥们如此疯狂。秋风，话说你真不认识柳如烟啊？他没忍住再次追问。不认识？那奇了怪了，他干嘛故意逗你啊？闲的吧？我心不在焉的摆弄着手机。舍友没再追问，而是少年怀春般的看向网球场方向。秋风，你说我要不要也鼓起勇气去问柳如烟要个绿泡泡啥的？喜欢她的话就去。算了，我其实也不喜欢她，就是单纯觉得她美。再说我有自知之明，我要是长成你这样，我肯定就去和她交朋友了。我抬眼认真反驳：不是的，你本来就比我长得帅。舍友感动的泪眼汪汪：你真好，一会儿不热了，我必须再请你去吃个火锅。我刚想点头答应，手机突然响了一声，一个没有备注的绿泡泡好友给我发来信息，只见上面写着：来学校西门。我锁了屏，有些遗憾的拒绝了舍友的邀约。我晚上有事，不能和你吃饭了，下次约吧。舍友了然，又是你那个身体不舒服的亲戚需要你照顾了吗？我慢吞吞的点头，对，行吧，那你晚上还回宿舍不回了？和舍友告别后，我一个人朝西门走去，路上偶尔和几个仍在兴奋讨论刚刚球赛的男生擦肩而过，他们话题的主人公还是那位校园女神柳如烟。我脚步不停，学校西门不大，还偏僻，因为外面没有商业街，所以一般很少有学生走这里。我刚走过去，就被一只小手直接揽腰抱住，还没来得及说话，嘴巴也被人亲住，力道凶狠。呼吸交错间，女生含混的威胁着我，感受别人送的水，还笑得这么甜，直接亲死你好不好？别！我无奈抬手拽了拽这个人的头发，低声求饶：柳如烟，你轻点。是的，这人就是柳
如烟，也就是今天那位球场上风光无限、众星捧月的天之娇女。表面上我俩毫无交集，可背地里，我和她做尽了情侣间一切亲密的事情。在很多个夜晚里，在她校外的公寓里，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可我俩却并不是情侣，而是走肾的搭子。那是大一的一次社团聚会，我喝酒喝多了，柳如烟作为迎新的学姐也喝多了，两个醉醺醺的人阴差阳错走进了同一个房间休息，酒意上头，最后发生了青涩又莽撞的错事。清醒后，我俩都冷着脸，想掩盖这个事情，但过后却又都有些心痒难耐，于是默契的放任了这个错误继续延续。因为这段关系不能被别人知道，所以我俩人前装不熟，人后嘴却都要亲烂了。起初柳如烟对我还是挺不错的，背地里各种撩拨着我，还会给我各种礼物和惊喜，会抱着我一起看没营养的搞笑电影，会帮我洗脏衣服，帮我做饭。慢慢的，他开始黏着我，几乎是寸步不离，还总是吃醋。我只要被人一搭讪，他就生气和不爽。今天在球场上就是他情绪不愉的表现。晚上偶尔不在一起时，他还非给我打电话，我怕暴露不敢在宿舍说话，他却在耳机里说着黏腻情话，叫我宝贝，说好想我，说要一直亲我。这种莫名的占有欲让我不知怎么应对，总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就好像我真是他的男朋友一般。想什么呢？和你说好几句话了都不理我。柳如烟圈着我，有些不满地贴着我的脸追问。我回神摇摇头，没想什么，就是你又把我的嘴巴咬痛了，是吗？我看看，有点肿而已，我再亲一亲就不痛了。他故意凑近又亲了几下，动作没有一点收敛，空气中顿时响起几道暧昧的啵啵声，在安静的西门格外明显。我脸上直接泛起一片潮红。学校西门就算是人再少，我也仍有点担心。柳如烟却不管不顾凑近，有一搭没一搭的亲着。几天没见，想我了没？想了。他挑眉，那你刚刚叫我什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片刻后才意识到，他是在不满我刚刚吃痛时直接叫了他的名字，于是主动抬起胳膊抱住他。我想你了，老婆。柳如烟满意了，垂眸看着我。可你舍友说今晚不回去了吗？我点点头，说了的。那就行，走吧，回家。今晚他有些坏得过分，故意恶劣的逼我叫他了很多声老婆。我有些破防，却只能顺从。事后又暗自唏嘘自己没有骨气，怎么能被他的一声宝贝蛊惑。躺在我旁边玩手机时，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屁就放，忙着呢。他舍友苏白舟的大嗓门从听筒里传出，哟，而且是大使，烟姐，就今天你在网球场撩拨的那个帅哥，姐帮你去打听了一下，叫秋风，据说是学校校草。一听到自己的名字，我很是不解的凑近，打听我干嘛？柳如烟瞥了我一眼，轻轻捏着我的耳朵，然后呢？舍友苏白舟爆笑出声，配不配我不知道，但你今天刚聊完人家转头就说和你不熟，不认识，不感兴趣，意思直接看不上你呗，哈哈哈哈。闻言，那只揉弄我耳朵的小手顿了一下，接着柳如烟冷笑了几声，行，不熟就不熟吧，有事挂了。撂了电话，他直接将我捞起来继续亲着，这次亲的更是凶，我隐约感觉自己的嘴巴都被咬破了，因为实在是不明白他这没来由的火气，我没敢挣扎。柳如烟的脸色这才稍微缓和了一点，不熟，秋风，那你刚刚叫我那么多声老婆算什么？我自然有些吃痛，但还是忍住了。如烟，你生气了吗？有点吧，可我们不是说好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关系的吗？那我想暴露了，怎么办？柳如烟说这话时直勾勾地盯着我，目光深且重，让我有些看不懂。我还没来得及回他，柳如烟却有些烦躁地叹了口气，算了，你不明白，我还是抱着你睡觉吧，不过得再亲一下。次日醒来，柳如烟还是和往常一样，送我到学校西门就绕路回去了。临下车前拉着我好一顿撩拨，好像昨晚莫名其妙的他是错觉一般，想暴露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意思？我看着他开车离去的背影，有些神思不属。晃到宿舍后，舍友看到我的第一眼就一脸惊讶，秋风，你的嘴巴怎么又肿又破？我耳根微烫，可能是一晚上没睡，加上变天，有点上火。那你脖子上怎么有一堆红点点？是荨麻疹。我不自然的扯扯衣领，照顾病人真辛苦啊，心疼你。我挤出一个尴尬的表情，劳累了一整晚，确实挺辛苦的，腰酸背痛的，现在腿还软着。上午的课结束后，我和舍友去食堂吃饭，这时正值饭点，人多的有点过分，我俩便找了张偏僻的桌子吃着饭。因为嘴巴疼，我吃得很慢。这时食堂里的不少男生突然齐刷刷的抬头朝一个入口处看去，接着舍友就兴奋地扒拉我一下，快看，柳如烟。我本来想不看的，但还是没忍住望了过去。只见柳如烟正和她舍友苏白舟并肩买饭，苏白舟不知道说了什么，惹得柳如烟懒洋洋一笑，嘴唇上的小伤口就这么明晃晃地暴露在人前。我昨晚竟然也这么用力吗？我耳根一烫，匆忙低下了头。舍友八卦了半天后，扭头看到我飘忽羞涩的眼神，有些懵逼。秋风，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嘴巴有点难受，想去买瓶水喝，你要吗？要无糖可乐。好，我去买。我起身朝着食堂旁边的小超市走去，超市里人不算多，我便径直在饮料货架处寻找。没一会儿，身后就响起一道懒洋洋的脚步声，然后我就被人从后面抱住，侧脸被轻啄着。我没躲也没回头，只是有些担心的瞥了眼货架另一侧，生怕有人突然出现。柳如烟，你先放开，我不放。谁让你在食堂不看我们？我细声解释，我看了的，以后要多看，当然只能看我。好，我听话点头。今天柳如烟嘴上的小伤口被食堂很多人都看见了，所以关于她有男朋友的消息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一天晚上，舍友和我八卦时，我刚把老婆晚安这句话给柳如烟发了过去，对面秒回一张色气满满的自拍图，看得我脸红耳热。秋风，你怎么笑这么开心？我敛起笑意，看了个搞笑视频，行吧？我可太好奇柳如烟小男友是什么样的了，肯定是那种占有欲爆棚型的。我没搭话，舍友其实猜得挺对，因为我感觉柳如烟这段时间确实像是在追我，在公寓她总是突然说喜欢我，然后还强迫我也说，我哭着说完她又开心不语，像一条吃完屎狂摇尾巴的大狗。甚至在学校里，她
他已经明目张胆地开始出现在我周围，和我产生一些明面上的交集。直到那天，柳如烟说她在球场，让我去给她送水，我没怎么犹豫同意了。结果一去，就发现柳如烟的面前站着一个男生，他指着柳如烟手里的零食，给我吃点好不好？不好。他转身要离开，自然也就看到了傻站在那里的我。他眉毛轻挑，直接朝我走过来，发什么呆呢？他声音像银铃一样非常好听，搞得我耳膜有点痒。那个男生自然也看了过来，我神色未变，从包里拿出一瓶水，给你水，我先走了。等等，他扯住我的手腕，凑近在我耳边，又想你了宝贝，晚上去我那里好不好？好。说这话时我抬起了眼，视线越过柳如烟的肩膀，看向那个脸色黑沉的男生。原以为柳如烟对这个男生也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不搭理或者疏远，可没几天，学校就流传起柳如烟和男生谈恋爱的消息，说他俩同进同出，吃饭上课都在一起，还有人拍到了他俩在电影院的照片。有好奇者询问男生，他却笑得一脸暧昧，一副默认的样子。舍友告诉我这些事儿时，我面色平静，挺好的，挺般配。舍友点头，确实般配。不过按照柳如烟的性格，她要是真谈恋爱了，估计会满世界宣扬吧？怎么会只让男方默认呢？不知道，随他们吧，和我们没有关系。也对，我们就是吃个瓜而已。舍友还要和我聊聊其他趣事，我却借口没精神，直接上床睡觉。床帘里我摸出手机，在和柳如烟的聊天界面停留了半天，又在删除联系人这个按钮上几经犹豫，最后什么也没干，埋头睡去。我怀疑自己疯了，对柳如烟开始有些不明所以的占有欲。一听到她和其他男生走得近，心里就发沉发闷，最后衍生为酸酸涩涩的情绪，酸到眼睛湿漉漉的。可我们维系着一段随时可以结束的脆弱关系，老婆宝贝这些称呼只是上头时的托词，怎么能变成喜欢呢？我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柳如烟，她给我发消息我不会再秒回。她约我去校外公寓，我全部借口有事不去。她让我去球场看她，我也说不方便。她出现在我附近时，我转头就走，绝不和她产生一点交集，不能有多余的心思，不能给对方造成困扰。于是这么几次三番的拒绝下来，柳如烟的小姐脾气应该也来了。她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相反的，她和男生的恋爱八卦在学校吃瓜群里反复被提起，我每条都认真看了，然后决定这周结束就和柳如烟断了这个不正当的关系，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也算是拥有过一段香艳又美好的经历，足够了。没想到这周末我去参加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的生日会时，意外见到了柳如烟，她的身后跟着那个男生，包厢里的人都是同校的学生，自然听说了点什么，立马起哄。哎呦，烟姐和谁一起来的？那谁谁谁呗，哈哈哈哈哈哈！我抬着头麻木地玩起了手机，而柳如烟似乎一直盯着我，目光的存在感极强。接着她冷笑了一声，混入有些包厢嘈杂的动静里，我却听得一清二楚，心里闷闷的。几秒后，女生拉开我身边空着的椅子坐了下来，桌子不大，座位略紧凑，柳如烟的腿就这么直接贴住了我的腿。我唰的一看，余光瞥见柳如烟的脸更臭了。如烟，你坐那里的话，我坐哪里啊？是男生的撒娇声，关我屁事。那么多空座位坐不下你。柳如烟不耐冷淡的回答。男生最后和柳如烟旁边的女生换了个座位，这下我坐柳如烟右边，他坐柳如烟左边。我能清晰的听见他和柳如烟的撒娇声，每一句都扎我的喉咙，艰涩难耐。我摸出一瓶水，准备润润嘴巴，结果不知道这瓶水怎么回事，瓶盖被封得很紧，我拧到手心通红都没拧开。刚准备扯张餐巾纸垫着继续拧时，一只细白柔软的小手直接从我怀里把那瓶水抽走，嘎哒一下拧开了，然后那瓶水又被拧好塞回到我怀里，动作是不耐的，力道是轻柔的。我抬着头，慢吞吞的喝着水，也不想管那个男生此时瞪着我的视线有多么凶猛。包厢里继续哄笑着，没一会儿菜开始陆续递上，一群人边吃边聊，有的女生喝起了点小酒，旁边的柳如烟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着那些人的话。我埋头无声的吃着，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只敢夹转到眼前的菜，生怕自己动作大点让柳如烟察觉到了，但大多数都是我不爱吃的东西，以至于菜都快上完了，我肚子才3分饱。好不容易最后一道菜是我喜欢吃的，服务员却放到了转盘的另一头，那边的人不吃，我便默默地伸出手想转桌子，结果其他人转了起来。等这个人吃完，我再次想抬手之际，又有人转桌子。几次三番下来，我叹了口气，放下了筷子，算了，回学校时买个宵夜吃吧。正独自哀怨时，旁边同样没怎么吃的柳如烟突然抬起了手，她开始转桌子。她这么一动，别人自然就没敢动了。只见柳如烟直接把那道我喜欢的菜转到我面前，然后偏头朝我抬下巴，吃吧笨蛋。这亲密的称呼，好像怕别人不知道我和他认识一样。桌子上的人同时齐刷刷的看向我，我刻意冷淡礼貌，谢谢。柳如烟可不放过我，她慢条斯理用腿碰了碰我的腿。秋风，我都这么伏地做小了，你就和我说2个字。我无奈凑近视线，和女生的黑眸对了个正好，这算是我今晚第一次和她对视。如烟学姐，谢谢你，你人真好，这样可以吗？我一字一顿带着点气。柳如烟却莞尔一笑，她胳膊搭在我身后椅背上，然后朝我稍稍轻声，你说可以就可以呗，我听你的，反正我谈恋爱呢。包厢里瞬间一片安静，我简直不敢去看旁人那瞠目结舌的神情，只觉得自己此时人已经拉了。柳如烟她到底想干什么？这饭是吃不下去了。我把礼物送给寿星朋友后，便借口有事，提前匆匆离场。出了包厢门，在那里等电梯。没一会儿，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脚步声，我脊背瞬间一麻，刚想冲进电梯，就被人扯进了旁边那个没上锁的昏暗包厢里。柳如烟今晚亲吻的动作是毫不掩饰的凶，心跳急促的同时，我感觉自己最近刚长好的嘴巴又被咬破了，痛得我一颤。
下意识呜咽着想挣扎，却被他抱得更紧，亲得更重。秋风为什么不理我？没有不理你，我只是什么？我想说，只是想结束这段荒唐的关系，毕竟她都有男朋友了。这时门外却传来那个男生的声音：如烟，如烟，你在这里吗？那我给他打电话再问问吧。男生来到黑暗包厢旁边等电梯，应该是准备边给柳如烟打电话边下楼找她。我立马紧张起来，要是柳如烟此时的手机响起来，男生一定会发现我俩正在里面，到时候的场面直接乱成一锅粥了。看出我的慌乱，柳如烟反而慢条斯理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当着我的面把静音关掉，来电音量调到最大。我惊愕万分，他疯了吗？可柳如烟却依然不依不饶，目光如炬。所以为什么不理我？你不要我了，我怎么会不要他？我巴不得和他能这样在一起好久好久，可他有男朋友啊，我不能当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只能把那份喜欢占有欲埋在心里。我急忙压低声音解释，是我想结束这段关系，柳如烟，我们的关系不正经，不能再继续了。那我们什么关系？我怒瞪他一眼，他10万个为什么吗？你能不能把音量关掉啊？柳如烟没动作，只是定定地注视着我。我赶紧抢过他手机，把静音键拨下去。下一秒，男生愤愤的声音传进来，靠！柳如烟把我拉黑了。我拿着柳如烟那毫无动静的手机，茫然眨眼，拉黑，刚谈就拉黑男朋友。门外人生气的离开了，走廊里又恢复了安静，而这个昏暗无光的包厢里更是死一般寂静。柳如烟像是明白了什么，拿过自己的手机，用手机轻拍着我的脸，发出规律又隐秘的轻响，不痛，但是很羞。秋风，你不会觉得我想明面上谈一个，背地里在和你玩着吧？我不敢躲，因为直觉告诉我，柳如烟是真生气了，她现在很想亲死我，只是在忍耐着先说话。我结结巴巴，不是吗？柳如烟笑笑，确实想。我的心荡了下去，只不过我只想和你明面上谈。我的心直接跳到了嗓子眼，噎到我有些耳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和门外那个男生不熟，不认识，不感兴趣，甚至我很烦他总是缠着我，拒绝多次都死皮赖脸，但我又不能直接骂他。你不一样，我一想到你心情都好了，我不想和你在学校装不认识，我不想看到你和别的女生说话，却不能和我说话。我想在球场直接喝你送的水，我想光明正大牵你的手。柳如烟凑近，轻啄着我刚刚被手机拍过的脸蛋，声音含混但是认真。秋风，看在我这么喜欢你的份上，能不能和我谈恋爱？我喃喃低语。柳如烟，你喜欢我？真的吗？骗你干嘛？喜欢我什么呢？哪都喜欢，见不到你就想得厉害。我安静地看着他，用眼神很耸地表达着肯定。柳如烟乐了，她叹笑，有没有可能我其实是蓄谋已久？我不解。而柳如烟凑近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因为社团聚会你走错房间那次，我其实没有喝醉，我是任由你这个醉鬼主动对我耍流氓的，你干嘛不推开我？我害羞到直发抖。那你呢？为什么当时对我耍流氓？柳如烟不答反问。我看着他，最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抿抿唇，别问了，那我们换个话题。刚刚我说谈恋爱的事，你怎么想？答应吗？答应。女生很轻的笑了声，传到我耳朵里的心跳震耳欲聋。其实我当时在社团聚会看到柳如烟的第一眼就心里涟漪四起，她真好看，让我移不开眼。